朋友们，大家好啊！天气预报说要下一个星期的雨啊，就没想到今天就是一个晴天，也可能暂时太阳出来啊，一会儿又是要下雨。但是看起来啊，这种雨后的太阳看起来就特别的舒服啊。我们家啊，今天也要拖着拖车去买点东西啊，买点水啊，买点食物啊什么的哈。万一这两天又下雨了啊，那就可以不用出来采购了。1岁多的小孩啊，都能拖这个车子，我都难以想象。我记忆里面，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年龄我们都没什么记忆。1岁多的小孩就开始拖车子了。你说他要照呢？他不让我们说啊。海边也是带着孩子来晒太阳出来。这水里面游的都是鱼啊。最近这个鱼好像秋天鱼多了，鱼也都慢慢长大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码头，很多船就停在这里的。买那个没有酒精的啤酒啊，没有酒精的啤酒，这里是00啊，我也比较喜欢喝啤酒，但是不喝有酒精的。然后再买一些水啊，因为这里的水喝了自来水喝掉头发，所以要去点买水。吃的东西昨天都买了。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我看到的移民故事啊，也是我今天下午呢在一个加拿大博主那边看到的。那个博主呢叫东南啊，那他今天呢采访了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姐啊，那个大姐呢是从中国的东北啊移民到加拿大的。那么那个视频呢，差不多有40多分钟啊，我呢就花5分钟，简单的呢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啊，因为那故事呢真的实在是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啊！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吧，那个大姐呢，她和她的先生啊，还有一个孩子，他们呢就从中国的东北移民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技术移民啊，他们本来呢在中国呢，他们是那个核工业的什么公司的啊，估计是国有企业。那他们就移民到加拿大。他们两人呢也都是大学的学历啊，应该来说挺有能力的啊，因为我目测吧，我认为那个大姐应该可能50多还是60岁啊，应该比我差不多大个10多岁啊。那么他们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加拿大不承认中国的学历，所以呢，他们就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从事就是体力工作啊，在那个餐厅啊什么工作。然后呢，那个他先生呢就感觉啊适应不了啊，可能就是抑郁啊什么，就心理上也不爽。那么这个大姐呢，她就自己去工作啊，她让她先生呢最好到学校里面去进修一下，对吧？就能够考个加拿大当地承认的学历啊，未来呢能够就是在加拿大继续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嘛。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原来的那个他们的这个公司啊，也是这个就搞核的，就核就是这个核武器的核能吧啊。那公司呢就找他先生啊，意思说你回来呢，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职位啊，让他就管更多的人，因为他先生呢本来就是一个中层的干部啊，
那么后来呢，他先生就回去了，呢，那这个大姐呢，他们当时又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大姐呢就想在加拿大把身份给搞定，对吧？她就等于加拿大做移民监啊。那么那个时间呢，就是他的这个核公司呢，就投资啊，国家投资很多钱，所以呢，就是应该来说，他的先生呢就混得风生水起啊，并且呢，就他们那个时期呢，都养了什么阿訛啊，或者说有情人啊之类的啊，就是他们这公司普遍的风气这样啊，就跟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大姐说的。然后呢，等到那个大姐就混好身份啊，回到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在家里面她说发现了女人的头发啊，然后就最后反正拖了1年吧，就跟她先生离婚了。离婚了呢，就自己带着2个孩子在加拿大。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让我非常的难受了，对吧？等于是一个就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家庭破碎的一个故事了。谁知道呢？就这个后面更让人觉得伤心啊！就这个大姐，就后来回到加拿大以后呢，因为她带2个孩子嘛，很不容易，她也没找到另外一半啊，就她一直是单身的一个人。那么最近呢，她就在网上遭遇了这个缅北诈骗集团啊，是不是缅北不知道，反正就诈骗集团电诈啊，电诈呢就假冒成一个美籍韩国人啊，美籍韩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去接近他，用的是一个香港议员的照片啊接近他，然后呢，反正就甜言蜜语啊，许诺啊，跟他会在一起啊，对吧？就骗他钱。那么这个大姐呢，就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基本上全都转给了那个骗子啊。就视频里面看到这个大姐应该也没有过过什么特别好的生活的啊，就看起来就一直是在努力啊、奋斗啊这样的啊，就存的这个钱就在加拿大买了一些房子，可能自己额外的也就只有不多的一些存款，但是为了这个骗子呢，他把这个房子啊最后都卖掉了，因为骗子就问他要钱，他就借高利贷啊，就开始现在他自己给他自己身上有的这些现金啊，对吧？后来现金也没有了，存款也没有了，那只能去借高利贷。他借了16%利息的高利贷，然后最后还不出来，那么把房子给卖了。房子卖了50万加元左右吧，大概。然后他一共给了骗子大概30多万加元啊，并且他现在2个孩子也大了，对吧？所以就是直到这个视频最后啊，他就痛哭啊，他就说他后悔移民到加拿大。然后那个博主啊，那个博主叫东南，我觉得那个博主是个好人，他就一直劝他啊，他说你一定要去报警啊，因为他还没报警，说你一定要去报警啊，他说你不能再就是相信这个骗子，因为直到这个视频最后，这个大姐她还是拔不出来啊。她说就是她觉得就算这个人真的是个骗子，但是可能他也是没办法，可能他被关在什么诈骗园区啊，就不骗他，他就会被打呀，会就就被迫的啊意思。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故事看了让人觉得太沉重了啊，太沉重了。那么从这个故事呢，我得到一些想法。很多人呢就会骂这个大姐啊，觉得是她太愚蠢了啊，她怎么会被这些这么低级的骗子啊就骗术，然后骗了那么多钱，对吧？骗的就他自己没有能力了嘛，2个孩子也不顾了啊，就骗，对吧？骗完了，
其实我觉得啊，就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这个问题。首先，这个大姐她是个被害者，对吧？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一种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就觉得，包括他自己吧，就觉得，他现在之所以这么惨，就是因为他移民了加拿大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看的，因为他当初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就是后面中国有发展起来了，对吧？或者说就是他的这个先生什么的又有更多的机会了，对吧？我觉得这一切就是人对未来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啊。但是呢，我认为从他的经历呢，也可以看出啊，也能学到一点，就是其实即使啊你在中国曾经是一个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这样的人，对吧？或者说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就你移民到一个海外的发达国家、欧美国家，你想要阶级提升啊，想要混得更好，想要过得更好，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当然了，就不能否认，对吧？就是说，肯定也有很多人啊，也是混得不错的。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呢，就是他们当初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在什么核核公司啊，又是大学生，然后又是在东北，那必然他不是普通人，他肯定是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经济还没有高速发展嘛，他那个时候就有一定的存款，然后又通过技术移民，那肯定是有一定实力的啊。但是呢，就那个时候的那些存款呢，他移民到加拿大去呢，就那个基数比起现在，对吧？你现在很多人他移民，他卖掉一套房子，可能值个几百万，那个时候你可能他存款也是很有限的。那么他移民到加拿大去，很快的呢，他就钱就花完了，他们就必须啊不停的去努力的去工作。那么你尤其又有孩子啊，又是中年人，你不停的努力的去工作，其实你人就被困在那里了啊，就你没有办法得到进步，得到提升，对吧？因为在欧美的国家呢，你的这个世界的就整个世界的这个节奏啊是比较慢的，它的变化是不大的，就有可能你干10年，你的升职啊，像你可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吧？或者你在亚洲，你可能升职很快啊，除了日本，但你在像欧美国家，你可能干10年啊，你可能还是一个这样的岗位。尤其对于新的移民来讲，你又要适应语言，又要适应生活环境，然后你就不能没钱，你要一直去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是20多年过去了，那么其实这个大姐呢，她一直在投入着非常忙碌的，就是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她没有办法得到提升啊，而且呢，就这个20年呢，就欧美世界的发展呢，确实就低于这个亚洲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啊。那肯定很多人会不服，对吧？尤其是很多不喜欢中国的人，肯定会不服气。这个我刚才说的。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在想，为什么就是这种电诈集团，这种电诈集团，按理说它也没有什么高超的技术，他们也都躲在什么缅甸啊、什么
柬埔寨啊这种非常落后、非常穷困的这种地方，对吧？应该来说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且从事这个电诈行业的人，应该来说也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就很多人是被什么骗过去，然后逼迫的去干这个电诈行业，也不是什么应该来说特别有文化的人，对吧？但是他们骗到的人啊，从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案例，骗到的人，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是精英啊，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说，有文化的，或者说他们很多人骗到都有钱吧，对吧？你看这个大姐也被骗了30多万加币，那么这个大姐她也是个大学生，她能够跑到加拿大，能够留下来，加入加拿大国籍，能够生存下来，她应该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对吧？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些看起来非常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这些人啊，通过英语，通过 Facebook，能够把这些人的在发达国家的人的钱给骗走啊？当然，很多人会我觉得会说啊，是这个人自己愚蠢什么？其实被骗的人很多很多啊，就外国人也很多，就是说，也不是说光这个大姐，就很多人，我看到很多案例了。所以我只能说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亚洲他们现在的速度太快了啊，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啊，这个速度啊，或者说它的成本啊，就它可能很低的成本就能买到很多设备啊，或者说，他用了短期的时间，他就把这些人培训啊，能够怎么样去，你不管是利用翻译软件也好，或者说研究他们的心理也好，总之啊，编了一个非常牛逼的故事，把这个大姐给骗了。这个故事里面都提到了什么美国的将军啊，一堆什么美国的这种文件啊，然后又是什么五角大楼啊，反正就说的天花乱坠啊，天花乱坠，让这个在加拿大的大姐呢就被骗了啊，就好像没有办法不被信服。当然现在呢，她跳出来了，她知道她被骗了，对吧？但是就是还有很多人其实依然在被骗，所以呢，这个也和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在法国的一个网友，一直来我这交流的他也说，他说你在西班牙挺好的，只要就是你有被动收入你就一直待在西班牙，比如说生活什么各方面挺好的。我今天看了这个以后呢，我就更不这么想了。就我觉得就是说出国没什么不好说实在的，我觉得出国没什么不好，有可能在国内，对吧？就说你如果不是特别拼如果我说我在国内我也躺平了，那么可能就你过个5年10年，你脑子也就慢下来了，也就跟不上节奏了，有可能未来也会被骗，或者反正不是在这里被骗，就在别的地方被骗，对吗？但出国呢，总的来讲呢，其实就是我的生活质量降低了，但是我也有比较就是急迫我就有危机感，应该这么说，危机意识。所以呢，我总是敲我自己的这个警钟，总是就是不停的在思考我也希望进步，对吧？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看到我要去买一些生产工具我觉得比在中国买要贵很多，我也会急，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让我觉得呢，我不能就一直待在一个地方那我那个网友就说他说你一直待在一个地方小孩稳定的读书什么，其实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你有能力，你还是要到处的多去一些地方，多待一些国家啊，
孩子我觉得也是的，就他的社会上的见识这些东西啊，那如果说他去了很多个地方，他看到很多种文化，看到很多种世界的情况，他也知道这个世界有景色好的地方啊，有环境差的地方啊，有好人有坏人，对吧？就这种，我觉得对他才是更多元的一种学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昨天吧，我看到了一个名单啊，就是最新的2026年啊，这个2026年呢，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啊，这个排名的100强的学校啊，第一名呢是英国的牛津大学，第二名呢是麻省理工大学，美国的啊，第三名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美国的，然后并列第三的是第四名是剑桥大学啊，英国的，然后哈佛大学啊，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啊，美国的，帝国理工学院，英国的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美国的，耶鲁大学啊，美国的。反正从第一名到第10名啊，只有3个国家啊，牛津、剑桥，还有就是那个帝国理工啊，是英国的，其他7个呢全是美国的，对吧？这个就说明什么？这个就说明，最顶级的学府啊，依然还是在英国和美国，对吧？但是从第10名啊，一直到后面的50名啊，那么这个名单里面就不一样了啊。像他那个第11名就是瑞士的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第12名就清华，中国的清华大学，第13名就是中国的北京大学啊。然后第14名啊到第16名呢，又是全是美国的啊，什么宾夕法尼亚大学啊、芝加哥大学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啊。第17名是新加坡的啊，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呢，后面又是美国的啊、英国的、加拿大的，对吧？一直到那个26名啊，又是日本的东京大学啊。但东京大学呢，已经排到第26名了。清华、北大啊，就还是超过了，在亚洲里面现在是最强的啊，排在最前面。33名呢是香港大学啊，31名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呢，又到中国大陆的呢是36名复旦大学，40名呢是交通大学，39名呢是浙江大学啊。反正到50名之间呢，还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在41名。那么虽然呢，就是这个名单啊，大部分的学校就前1名到第50名，大部分学校还是英国、美国、瑞士啊，欧洲可能只有法国吧，还有这个瑞士啊，就有，其他的基本上都没有啊。但是中国的大学、新加坡的大学、日本的这个大学啊，还有就是，当然日本比较少，就一个，还有就是那个香港的大学，对吧？都冲在挺前面的了啊。那我身边呢，我也认识，就是你像上海的交大的复旦，对吧？就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啊，因为跟我年龄差不多，已经不具备这个说服力了啊，因为这个跟时代跟机遇有关系。就我认识的这些朋友啊，他们的学弟或者学妹，现在呢拿着100万年薪的啊，差不多也就20多岁吧，30岁左右的，在这个交大、复旦毕业的有好几个啊。
而你像如果在什么西班牙什么这个在这个名单上啊，西班牙如果是那个要看到名单的话，那前100名基本是没有的啊，前100名基本是没有的，对吧？啊，可能要几百名啊，可能要几百名。反正吧，就我觉得呢，就是其实这些年啊，中国的高校也都是在不停的在进步啊。当然了，你要在中国高校，你要就能在里面读书，这些什么清华、北大呀、复旦啊、交通啊，对吧？什么浙大呀，这也不容易的，这也都是就尖子你才能进去，对吧？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你在中国，你是不是机会更多一点，对吧？虽然有的人说啊，他说那个你是一个什么就外籍的身份啊，你也能去那些学校什么优先录取啊之类的。那这个他们拿到的这个学历的文凭是不一样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啊。那种其实他对你的这个文化课的要求啊什么就比较低啊，而且呢，说实在的，就本事是你自己的，对吧？就不是说我们光要一个文凭，是你要真的你要学到东西才对。就如果说你只是要一个文凭有什么用呢？你自己骗自己，你到外面去工作了，或者你日后自己成长，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啊，你出国啊，刚才那个是在20多年以前啊，其实那个时候是中国还比较刚刚经济才起来的那个阶段，对吧？但是现在啊，这个26年的这个学校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啊，你现在要出来的，真的要考虑考虑啊，你要看一看，尤其是我觉得对孩子来讲的，对吧？因为很多人现在出来对孩子啊，他们觉得是一个就是理由吧啊，我觉得你自己出来，我认为现在倒是无所谓啊，就像我出来，我他妈学会了修什么各种东西啊，我也学会了去录视频，我本来也不录这些东西的，对吧？我还学会了去理财、去投资。我觉得对我来讲啊，虽然除了肉体上可能累一点、辛苦一点啊，但是好像我人更积极了，对吧？就可能我在国内我他妈往那一躺啊，我也躺平啊，或者说就是这种竞争的意识啊，当你看到就是你可能比别人好像过得好一点，或者说没那么差，对吧？你就会没有这种竞争的这种心态啊。但是呢，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啊，真的是要看的，因为我和西班牙这里的啊也是两个外国的朋友，我们聊天，因为他们的孩子呢是在公立的学校读书的啊，他就说这个你不是在私立学校读书，你基本上你考大学都很难啊。好吧，那就先聊到这里吧啊，谢谢。